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麒麟战警》，也叫做《奥斯曼战士》。这款游戏出品于1996年，在街机游戏的范围来讲，算是比较晚的了。游戏的战斗风格非常像《出击飞龙》，事实上，本作的剧本原来也是为《出击飞龙》准备的。但是由于厂家觉得这个剧本与《出击飞龙》的世界观不大匹配，没能够采用。随着制作人的出走，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款游戏。本作的道具方面比较简单，有几种颜色的能量球，其中绿色的是加1格血，蓝色的是加满，黄色的是增加生命的最大值上限，最大也只有4滴血而已。红色的是增加人物的攻击等级，默认出场的时候，人物的裤子是蓝色的，捡到一个攻击等级上升之后，裤子变成紫色，增加1个分身，攻击力上升。再捡到一个，裤子变成红色，分身变为2个。继续升级的话，裤子变成白色，分身变成3个。最后一级分身不再增加，但是攻击能够发出能量刃，攻击的距离增加。这个时候裤子是黑色的，但是这个状态只能维持一段时间。所以主人公打架的本质就是换裤子呀。一共5条裤子，攻击的等级不仅能上升，还能下降。被敌人击中1次之后，攻击的等级就会下降1级。所以这款游戏是真的不停的在换裤子。游戏的招式也是相当丰富的，一共有3个操作键：攻击、跳跃，还有超杀。超杀的名字叫做麒麟星际。在屏幕的左下角表示，一共有3发。游戏当中最主要的动作就是下跳进行滑铲。滑铲的时候，如果你推方向的前，可以进行跑动，可以进行滑铲攻击。如果在滑铲的过程当中按跳跃键，可以使用投技。这个投技还有名字，叫做石落碎。在空中和敌方近身情况下按下跳，可以发动空中的投技，叫做鳄鱼架。另外，通过攻击键还有方向键的组合切换，可以释放乱舞技，这招叫做技舞。当然，游戏当中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你的分身。发动1次攻击之后，分身就会停留在原地。主人公移动了，过一段时间他才会过来和主人公汇合，而且分身是无敌的。再加上本作敌方的攻击意愿非常强烈，所以如何使用好分身，就是能否通关这款游戏的关键。跟大家介绍一下游戏的剧情。主人公叫做麒麟，是雇佣军敌的一名成员，实力非常强劲。一个崇拜无相神的邪教首领阿卜杜拉控制了海湾城市格兰。联邦的检察长杰克莱森就找到了麒麟，希望麒麟能够夺回格兰。麒麟历经了战斗之后，在邪教的神殿击败了守护者。由于联邦忌惮麒麟强大的实力，而遭遇了背叛。杰克莱森把麒麟扔在了沙漠里边，没想到麒麟有主人公的光环，从沙漠活着回来了，并且与邪教的首领阿卜多拉联手，击败了杰克莱森。
在此之后，阿卜杜拉觉得自己控制了麒麟。麒麟在战斗的过程当中，击败了敌的另外3位成员，包括自己的恋人之后，已经彻底黑化。最终，麒麟击败了阿卜杜拉，并且宣称自己才是这个星球真正的神。游戏的剧情也就到此为止了。由于本作并没有推出续作，所以咱们也就无从了解最后的故事了。刚才击败的 BOSS 就是来自于敌的另外一名成员，叫做加农。他控制着一个巨大的机甲，而且在刚刚的第3关，咱们其实可以控制行走的路线，来决定遭遇的 BOSS。但是我感觉敌的另外3名成员难度都差不多，所以先打谁后打谁都无所谓。而且咱们在最后一关还会面对1v3的情况。这里给大家演示了一下鳄鱼架，就是空中的投技。游戏开始部分的场景就是海湾城市格兰，主人公击败了邪教组织，但随后被流放到了沙漠。现在是和联邦的反对势力在一起行动，向联邦复仇。这里遇到了阿卜杜拉，对面建议咱们和他进行联手。本关的 BOSS 战，提阿诺，也就是主人公的恋人，但是现在双方立场不同。这个妹子看起来其实不错，而且是玩腿的。给大家放一个麒麟星际。这招释放的时候最好离 BOSS 近一点，这样伤害很高。敌的这几位成员都是比较灵活的，所以如果决定了释放麒麟星际，还是要掌握好时机的。这种水晶应该是能够控制重力。类似的装置咱们在初级飞龙里边也见到了，尤其是在一些 BOSS 战的场景。这个地方我血量掉的有点多了呀，而且前方就是 BOSS 战。这个 BOSS 也是敌的成员，叫做威尔夫，他的人设就是战争狂。理想是成为最强兵器。刚才画面上出现了几个球，决定了咱们此战的场景。这个场景叫做记忆之林，画面也是灰色的，代表了实际上双方是在记忆当中的场景里边进行作战。我选择这个场景是因为这个场景回血的道具是最多的。还以为能无伤过这儿呢，结果往右边靠的时候不小心撞到炸弹了。现在的这个场景，我感觉是整个游戏当中最难处理的部分。对面是交叉的火力，并且子弹的射速非常高。哪怕之前我背了板，想好了路线，这里竟然也受伤了。对面的攻击速度实在是太快，血量只有2滴血。原本我是决定，如果有3滴或者4滴血的话，是可以在这里和 BOSS 拼命的。
结果现在血量偏低，直接导致我的攻击等级也比较低，输出就乏力。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强行拼命的话，很容易翻车，就只能利用分身来一点一点的蹭了。我就蹭蹭啊，不能深入。有些时候对面也不迎合上来，这样你的输出就受影响。然后你又不能太主动，因为咱们这边也是外强中干，强弩之末了呀。主动迎上去，很容易一下子就交代了。所以真正的战斗啊，不仅要看你的输出能力，还是要讲究节奏的。等大家到了我这个年纪就懂了呀。这里的剧情就是麒麟和阿卜杜拉联手干掉了杰克莱森，但是随后双方就又爆发了战斗，谁也不服谁啊。这里就是最后一关了。首先咱们要进行 BOSS rush 的部分。打2个之前遇到过的小 BOSS。这个 BOSS 变成火焰之后是可以踢碎的。游戏进行到这里，我有2个麒麟星际在手，感觉压力就不是那么大了。后面1v3的时候可以放1个或者2个，如果放1个就能解决战斗的话，可以留1个到最终 BOSS。这就涉及到游戏资源的分配了。这个地方要打自己的镜像，这一仗其实难度是很高的，但是打这个镜像有一个逃课的打法，就是他跳过来的时候，你使用普通攻击来接，等他落地的一瞬间，咱们使用滑铲之后的石落碎对他进行投掷。但要有一个原则，就是对面落地之后，你需要马上滑铲出去，并且无论是否滑铲到，都要去准备下一波的攻击。毕竟咱们只能失误3到4次，所以说如果没有抓到敌人的话，滑铲也能够拉开距离。打完之后需要迅速的向左边跑，右边会推来一扇能量墙，把整个场景毁掉。这个地方就是 1v3 了，这也是本关偶然性最多的地方。咱们不知道一发麒麟星际下去会干掉几个，也许一波攻击加一个麒麟星际可以秒掉3个，也许1个都没秒掉。我放了1个，大概是干掉了威尔夫。加农的实力不强，他主要就是靠机甲。提亚诺的话，他如果有手拉斗篷的动作飘过来，那就要小心他投掷你了。马上就要面对最终 BOSS 了。双方都想成为地球的主宰。从这点上来说，这款游戏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正派和反派。黑化之后的主人公也远远谈不上是正义的一方。BOSS 差一点了，我被地球给撞了是吗？通关了。
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麒麟战警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